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司马鹤言今天的节目。在几天以前，中共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莫斯科对俄罗斯进行的国事访问，并且出席了莫斯科纪念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的庆典活动。这个事情在国际上引发了不少的议论。现在我就想来谈谈这个话题。自2023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2年起，乌克兰一直对俄罗斯一些战略目标，包括首都莫斯科的目标进行军事袭击，主要采用无人机，包括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等远程打击手段。这些袭击一直在逐步升级，到现在2025年已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我们先来看一看无人机袭击的方面。例如2025年3月11日，俄罗斯防空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击落了337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91架针对莫斯科地区。另据报道，2025年5月7日，乌克兰发动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使用了476架远程重型无人机，再加上数量不详的海王星巡航导弹，进一步增强了乌军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能力。乌克兰对莫斯科的袭击呈现出了持续性和频繁性的特点。例如2025年5月7日，乌克兰连续第3天以无人机袭击莫斯科，迫使俄罗斯首都大部分机场关闭。此外，2025年3月11日的袭击也显示出乌克兰在短时间内发动大规模攻击的能力。乌克兰的袭击对莫斯科造成了显著的影响，包括导致莫斯科的主要机场弗努科沃、谢列梅捷沃、多莫捷多沃和卢科夫斯基的机场临时关闭，影响了航空交通。无人机袭击导致俄罗斯住宅区起火，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俄罗斯有不少地方的基础设施因此而受损。另外，频繁的袭击增加了莫斯科市民的安全担忧，迫使当局加强防空措施和公共安全管理。普京政权领导下的俄罗斯对主权国家乌克兰进行的侵略，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和抵制，也使得俄罗斯在国际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立。俄罗斯一直在试图利用一些场合或者事件来缓解或摆脱这种孤立。在今年的5月9日是俄罗斯的胜利日，具体是为了纪念1945年5月9日德国向苏联和盟军无条件投降。今年是第60周年，俄罗斯决定在莫斯科的红场举行一个盛大的阅兵式，并且邀请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的元首前来参加。只不过这些国家大多数是非民主国家，政权集中，长期实行一党或一人执政，言论受限，选举缺乏透明性。简言之，几乎没有典型的自由民主国家出席这场阅兵，凸显了普京朋友圈的性质。它更多是一个反美、反西方的威权联盟。这些国家很多与美国或欧盟关系紧张，或者反感西方价值观输出，因此选择支持俄罗斯，借此对抗西方压力。部分国家会以纪念2战胜利或反法西斯斗争的理由来掩盖他们对俄乌战争的沉默态度，从而在表面上避开与普京公开结盟的形象。但这更多是外交辞令上的掩护。乌克兰外交部呼吁各国不要派遣军人参加5月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胜利日阅兵，强调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犯下了自2战以来欧洲未曾见过的战争罪行。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在5月7日至9日期间实施单方面停火，乌克兰方面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这是为了保障胜利日活动的安全而进行的表面文章，并指出俄罗斯在宣布停火后仍对乌克兰发动攻击。乌克兰在胜利日前夕加大了对莫斯科的无人机袭击力度，导致莫斯科及其他城市的机场航班大规模延误或取消，影响了包括外国首脑在内的访俄行程。乌克兰的这些警告的目的在于提醒外国领导人，俄罗斯境内的安全形势复杂，乌克兰无法提供保障，强调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参与其庆典可能被视为对侵略行为的支持，揭示俄罗斯单方面停火的虚伪性，提醒国际社会不要被其表面行动所迷惑。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却以他的行动坚定地与普京站在了一起，不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而且还决定派中国军队参加莫斯科红场上的阅兵仪式。确实，苏联在1945年曾经是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一员，在击败纳粹德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然而时过境迁，如今的俄罗斯虽然自称是苏联的继承者，但它在制度、意识形态和国际行为上已发生重大变化。俄罗斯当前的行为已经表明，这个国家与法西斯主义相比，已经具备了高度的相似性。首先，在领土扩张方面，法西斯主义的特征之一是对外侵略和扩张。例如，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
进攻波兰，而俄罗斯自2014年起吞并克里米亚，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并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改变国际边界，确实体现出某种新式扩张主义。其次，法西斯体制强调国家利益至上，往往伴随对内压制言论自由，打压反对派。俄罗斯近年来在国内强化国家控制、限制新闻自由、镇压反对声音，如普里戈金事件、纳瓦尔尼致死已经展示出高度极权倾向。此外，还有法西斯政权常通过对历史的再解读来美化自己，合理化暴力，而普京政权利用卫国战争的记忆来凝聚民族主义情绪，同时将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包装为反纳粹，这是一种对历史概念的扭曲和滥用。俄罗斯一边打着反法西斯的旗号纪念苏联的胜利，一边却在现实中采取了与当年法西斯类似的侵略行为，的确存在强烈的讽刺意味。正如一些评论指出的那样，一个国家如果继承了胜利的荣光，却践踏了胜利的意义，那这种纪念就变成了一场道德闹剧。俄罗斯政府在胜利日阅兵中展示武力的做法，更像是借历史正义的外衣来掩盖其当下的非法行为。这种纪念对真正理解反法西斯战争意义的人来说，确实带有讽刺甚至荒诞色彩。我们现在也可以来看看这次坚定的与普京站在一起的习近平。其实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于1945年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在反法西斯和抵抗日本侵略方面也有着本质的不同。现今的中共政权与法西斯主义政权之间也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当年的法西斯政权像是纳粹德国和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实行全面控制人民思想、言论组织的集权制度。在习近平统治下，则高度强化个人崇拜，压制言论自由，消灭独立公民社会，比如非政府组织、独立媒体、宗教组织等等。另外，法西斯主义高度强调意识形态至上，比如强调民族主义和种族优越。而中共呢，虽然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以高度民族主义化，比如盛嚣尘上的战狼外交民族复兴论等等，并以党性高于一切的方式压制多元价值。在宣传与洗脑机制方面，法西斯是利用媒体和教育系统灌输统治合法性。与其相似，中共加强对教育、影视、互联网的全面审查与宣传控制，强化对伟大领袖的忠诚。在对外扩张或对外敌视方面，法西斯政权通过战争或威胁他国强化国内凝聚力，中共则一直以台湾、南海、对美敌意等议题制造外部威胁论，并借机加强内部控制。在政党与国家合一方面，法西斯主义废除政党制度，只保留一个党的统治。中共也是从来都坚持一党专政，党指挥军队，操控司法，垄断政权。所以说，中共习近平的中共政权早就具备了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几个特征。接下来我想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习近平会力挺普京。首先是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反美和反西方价值体系。俄罗斯和中共都认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会威胁到他们自身的政权稳定。另外，普京和习近平都推崇国家主权高于人权，强人领导高于民主程序。还有，普京和习近平之间具有战略依存与利益交换、抱团取暖的实际需要。中共在经济科技制裁下需要俄国的能源资源、军事合作，俄国被西方孤立后更依赖中国市场与外交支持。在对内宣传方面，中共支持普京可以加强对内宣传的斗争哲学，这里指的是西方遏制论，中国是受害者。在中俄友谊框架下，中国能树立世界上还有朋友，打破孤立形象。在地缘政治方面，习近平接力普京对欧洲的挑衅，为在一定程度上分散西方对中国的围堵注意力。此外，还有一条特别重要，一旦在台海爆发了军事冲突，中共希望俄罗斯能在北约方向牵制西方。在俄乌战争方面，中共的政权其实是一直暗中支援俄罗斯的。中国对于乌克兰明面上维持着正常的关系，但是却一直与乌克兰保持着非常大的距离。中共政权在联合国大会投票中多次力支持俄罗斯，力图避免国际社会对于俄罗斯的谴责和制裁。中共现在力挺俄罗斯，是不是也指望着将来某一天中国武装侵犯台湾的时候，俄罗斯能够给予中国同样的支持？答案是很明显的，从多方面迹象来看，中共政权对俄罗斯的力挺并不只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或反美立场，而是有很强的战略投机性质。
下面是几个关键的理由，说明中共可能确实在为日后武力犯台布局。首先，中共在俄乌战争中的并不是像中共自己所说的处在中立的立场。表面上，中共声称中立调停，但实际上在联合国多次投票中弃权或者反对谴责俄罗斯等同于为俄罗斯站台。中共向俄罗斯提供非致命军事物资，比如无人机零件、军用芯片、通信设备等等，规避西方制裁。与此同时，中共却对乌克兰保持一种冷处理，不升级外交接触，也没有提供过实质性人道或安全援助。中共支持俄罗斯，它背后的算盘是怎么打的呢？首先，俄罗斯是目前唯一能在地缘上对抗北约和美国的强大军事力量。中共希望他在对抗西方阵营时顶在前面，为中共争取时间和空间。中共政权也很清楚，如果未来自己要武力犯台，势必会遭遇国际社会的孤立、制裁甚至军事反应。到那个时候，如果有俄罗斯的背书、支持或分散注意力的战场，比如俄罗斯在东欧趁机搞事，将对中共非常有利。换句话说，现在中共暗中帮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就是在试图换取俄罗斯将来支持他自己武力犯台的投桃报李。目前中俄轴心正在形成，这是一个军事与反西方的联盟。近年来，中俄之间举行了多次联合军演，尤其在西太平洋、南海等与台湾局势高度相关的区域，双方在反美、反西方的立场上越来越一致，有意形成独裁国家联合阵线，试图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共对乌克兰的冷处理说明其战略定位，中共对乌克兰保持距离，原因是不愿伤害与俄罗斯的战略关系，也不愿支持一个在战争中反侵略的先例，因为这对未来中共侵犯台湾是个道德打击。中共清楚，如果支持乌克兰抵抗侵略，那等于承认台海一旦爆发冲突，台湾的反抗将具有正当性。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中共在俄乌战争中对俄罗斯的力挺确实有很强的战略铺路，因为是在为未来可能的台海战争做外交布局与同盟做铺垫。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为大家所带来的内容，我会不定期的更新我的视频，主要是聊一些关于中国的历史、政治人物等方面的话题。我是司马赫言，希望大家能积极订阅、点赞、留言。虽然我不一定能够做到逐条回复大家的提问或者评论，但是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会尽量的围绕大家所关心的问题而展开话题，并且会以这种方式来与大家交流和互动。谢谢大家，下次再见。